我在上一家公司里是个非常重要的人，公司里的各种事情都会找到我。比如有次老板买了个新手机，让我帮他装点软件，还没开始装，公司的人力又找到我说他们正在做公司的宣传册，需要一张公司管理层的合影，让我帮忙拍一下。这事儿本来不难，把每个部门的领导聚在一起，然后拍一下就行。但老板看了我拍的照片后不太满意，说感觉没啥活力，死气沉沉的，好像公司要倒闭了一样。我问老板怎么拍才叫有活力，老板在网上搜了一张照片，说你看这样拍就很有活力。我说可能有难度，咱们公司高管就5个人，恐怕拍不出这种效果，不然你再提拔几个人做高管，比如我。老板说我指的是拍照的角度，你管多少人干啥？我想了想，如果要拍这样的照片，应该需要一个很长的自拍杆。于是我跟保洁阿姨借了点工具，组装了一个很长的自拍杆，但好像不太行，长度虽然够了，拍照时根本按不到相机的快门。后来又问了几个玩摄影的朋友，他们告诉我，如果想拍这种照片，得用无人机。我肯定不会为了拍张照片就去买个无人机，但老板交代的任务必须要完成。于是我就想，能不能自己做个类似于无人机的东西，感觉也没有那么难。无人机无非是由支架、摄像头、螺旋桨3个部分组成。首先需要一个东西做无人机的支架，于是我找来一个晾衣架，然后拆掉上面所有的夹子，一个简易的无人机支架就做好了。接下来要解决拍照的问题。正常的无人机是有摄像头的，而且可以将画面实时传输到地面的手机上，怎么办呢？很快我就想到一个办法，可以用2个手机，然后让这2个手机视频聊天。如果我有办法把其中一个手机送上天，就可以用另一个手机在地面上截图了。也就是说，我现在需要再找个手机，而且上天用的那个手机一定不能是我自己的，不然掉下来摔坏怎么办？这时我突然看到老板的新手机，感觉很不错，很适合做无人机。于是我把老板的手机固定在架子底部，最后用什么东西来做螺旋桨呢？这时我突然想起来，之前过节的时候，公司给每个员工都发了一个玩具，这是一种会飞的小魔仙，飞起来后可以悬浮在空中。于是我找同事借了4个小魔仙，然后把它们固定在架子上。但我打开小魔仙的开关，发现根本飞不起来。仔细思考了一下，可能是因为下面的东西太重了，小魔仙带不起来。于是我做了个测试，单独一个小魔仙至少能把一个小橡皮带起来，一块橡皮的重量是26克，老板的手机重153克，晾衣架140克。简单算了一下，我至少需要12个小魔仙才能把这玩意吊起来。竟然需要这么多吗？还好我们是个大公司，小魔仙足够多，随便就借来30个，足足超出1倍的数量，这下肯定没问题了。但这么多小魔仙如何跟支架组装起来呢？不能挨得太近，否则会互相打架。最后我想到了一个方案，首先将这30个小魔仙分成5组，每组6个，然后用线将每组小魔仙首尾相连，接下来将这5组小魔仙分别固定在支架上，然后就完成了。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小魔仙为动力的无人机，这下肯定没问题了。于是我把老板和几位领导叫到户外，然后把我做的无人机摆在地上。老板问我这是啥，我说你别管，听我指挥。然后拿出自己的手机，跟无人机上的手机接通视频聊天，然后打开所有小魔仙的开关，只见一堆小魔仙从地上徐徐升起。这时老板问我，底下那个是我的手机吗？我说对，临时借用一下。说完我低头看自己的手机，准备截图抓拍。这时我突然感觉有些不对劲，手机里的人好像越来越小了。抬头一看，怎么飞那么高？不应该呀！正想着，一个黑影从我身边闪过，原来是老板。他跑过去高高跳起，想抓住他的手机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小魔仙们越飞越高，最后飞走了，带着老板的手机一起飞走了。大家都懵了，所有人站在原地，一起目送老板的手机远去。气氛突然变得严肃起来。根据我的职场经验，这种情况需要说点什么打消一下尴尬的气氛才行。于是我指着我的手机说：“老大，你看，这张照片够不够有活力？”小魔仙落地前，我看到了一条善良的狗。这条狗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千万不要迷信，老板的手机根本不防水逆。也不防水。